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来宾，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理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在昨天的时候，终于穿高热线了。这就是日美元首呢，在这个通话当中高市早苗他就说了，他们进行25分钟的电话会谈，而且呢，双方有一些共同的协议，像是呢，在今年3月份，高市要访问美国，有展开了具体的协调。但是高市你似乎也不用开线太早哦，因为白宫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没有证实的这个通话哦，倒是这都是日方释出来的消息。不过呢，高市早苗方面透露的是，双方也确实有针对印太地区有进行深入的讨论，而且确认说美日在当前的局势会保持紧密合作，特别也提到的就是解放军在跨年前夕有这个周边的军演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讨论的议题之一。而日本外务省呢也提到说，两国的领导人在对话当中有重申，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美日同盟呢也会有历史新篇，而且进一步要深化友好关系，这包含了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好，可是美军的印太司令呢，他就说呼吁南韩跟美国要持续强化联合防卫的态势。为什么呢？因为可能的对手也要让他们来释出说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做出侵略的动作的话，那会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可是看起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中日关系是无解的吗？我们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很急着现在要对外推销他们的护卫舰这是日本的防卫首相小泉进次郎就出席了他们的最上级护卫舰第12号舰的命名，而且呢当中也有一个下水典礼他就明确的表态，接下来就是要向全世界推销这款日本的最新护卫舰。那这个呢是日本第一个要进军国际市场的一个水面的作战舰艇那这个也被视作是什么？日本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然这也带来了国际政治非常大的影响。好，可是你看到在与那国岛这边呢，这个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们呢就说强化西南诸岛军事这里只是一个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从2010年开始他们的防卫重点就转向西南。那日本呢在石垣岛宫古岛这些岛屿都有部署一些警备的力量、雷达或是弹药库等等的设施。民主党的众议员就提出，他说今年绝对不可能风平浪静的。那最大问题是什么？当然就出在于日中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他认为高市政府的地位同样也会受到质疑。好，日本媒体也提到说呢，日本现在有一个3大经济团体他们也推迟访问中国大陆。那中日的外交关系确实也很紧张中国大陆的制裁矛头呢，就对准了第一个就是北海道的扇贝这个海产禁令当然也是希望说让日本有所警惕，就说我也会有一些反制的动作。所以今年这个新年，恐怕很多的日本民众呢也不是太好的年。那高市早苗呢，他就搬到了首相官邸之后发文他就提到说呢，这个官邸曾经发生过515、226两次的重大流血事件他分享说，他正在准备迎接新年，目前还没有碰到传说中的这个神秘鬼怪那今年呢，日本人过新年嘛，很多人呢跑到了百货公司他们是1月1号百货公司通常是休假的，那1月2号一开门呢，这个马上就有很多顾客跑去这边买福袋，主要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去年真的物价太贵了，日本人根本就消费不起，只好趁着新年大折扣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希望可以省一点钱是一点钱吧，所以就跑去排队购买了。那就连印度呢，现在都放话说我们的 GDP 在今年有望超过日本，会成为第4大经济体。好，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组织就估计说，印度在2026年的 GDP 超越日本，而且是第4大经济体。日本呢，则会变成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那另外，除了印度的增长快速之外，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日本自身经济疲弱，尤其受到这个日元疲弱的影响，还有旅游业的放缓。
拖累了，所以今年的 GDP 呢，恐怕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乐观哦。好，我们先请教炳哥，这个川高热线之后啊，看起来日本呢态度就是单压，我们要压在美国身上嘛？因为他现在不压美国，也没别的可以压，而且现在俄罗斯从1月1号开始就在他的北方开始进行演习，那当然日本是感受到压力，所以他高市在这个时候跟美国通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在敲定3月访美的行程，实际上也在重申美日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对抗中俄现在对日本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攻势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觉得高市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啦，以高市他在外交上面还有他在很多地方的这种作为，那未来他在国际上恐怕不会有太多的进展。你看他这次跟川普通话，再来讲，川普是很喜欢炫耀的人呢、他应该也会炫耀说，哎，我又跟日本达成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结果白宫方面反而选择用低调的方式，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白宫不想太高调这件事，因为他可能怕这个会影响到川普4月去这个北京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各自的算计啊。那日本当然也在努力的想要展现自己的影响力，可是恐怕一切不见得如他的预期啊。看起来美国现在是觉得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说最上级，其实他已经有订单了，除了他们自己的12艘之外，因为他接下来日本自己要用的是改型的，可是他还有11艘要卖给澳洲。那我是觉得，如果日本真的打算把武器出口的话，他要突破这个武器出口禁令，那很好啊，卖给台湾啊，对啊，我们台湾也可以买啊。我们台湾也一直欠缺这种有垂发的这种船舰啊。那这个吨位大小也刚好蛮适合，3900吨左右。那就看日本敢不敢卖给台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赖清德不是说台日友好吗？那高市早苗不是也跟你关系不错吗？那我们就试着去接触嘛，让日本卖给台湾，我来试试看增强台湾海军的实力啊。我觉得这是 OK 的啊。那至于这个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我看是短期内是不太可能会好的，因为高市不可能会退让嘛。那他顶多只是采取比较低调的方式，但是他不可能收回他的话。那对这个状况，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让步，所以接下来恐怕中日之间的很多交流都会因此而中断。那航班现在其实才减4成，未来可能会一路往下减。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大概一定会走的一个方向，然后甚至对日本的一些贸易啊，可能也会开始出现障碍。那这大概都是今年我们慢慢会见到的一个状况。可是没办法，这就是中日之间的走势。那至于首相官邸，这个首相官邸因为很久了啦，其实住久的房子总会有一些传说嘛。那其实说真的，他说他到现在没有见到鬼怪。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还是连鬼看到他都怕，我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因为听说高市晚上也不睡觉，没事喜欢工作到半夜凌晨3、4点了，所以是不是鬼都被他吓到了，我就不晓得。那导致日本的经济状况其实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好，那特别是日元持续在贬值当中的话，也造成它整个呈现账面上的数字就不是那么好看，所以它很快会被印度超越，变成掉到第5大经济体。但是这个还好了，这种排名其实没有什么多重要的影响。但是真正关键还是高市外交上面可能已经处不好，但它内政上、经济上呢，有没有办法让日本这个从泡沫时代走出来？日本已经沉沦了30年，那高市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吗？我个人觉得，以高市目前的作为来看的话，恐怕他能够做的东西还是非常有限。日本恐怕还是在这个泡沫的困境当中。对，这困境要怎么解决呢？尤其现在看起来，其实中日的关系也是无解嘛。那日元也持续的疲弱啊。来，李大中老师。对，应该是说中日关系应该短期之内都没有修补的这种希望了，或者说更悲观一点，如果是高市早苗首相任内要去让中日关系回温这个解冻我觉得几率真的是不高。那自从1月2号晚上的电话是这个
据日本方面的传出是高市早苗跟川普的通话，我觉得应该是有迹可循的，而且也很符合目前日本现在的这个外交政策，应该就是要单压美国，这毋庸置疑。那一个很明显对比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做法还是比较平衡一些，中国大陆很重要，他也讲过，但美韩同盟很重要，但是对高市早苗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也没有太多的选项。我们回溯一下这个高市就任这个首相之后的状况，他是10月21号就任首相，10月28号1周之后，川普就到日本访问。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状况，可以感受到高市早苗是卯足了全力了，想要去这个拉拢美国。那以那时候的状况来说，成不成功？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因为川普有很多一些公开的讲话，包括他讲一个关键点，大家应该有印象，对着媒体。他说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需要，欢迎高市早苗首相直接打电话给他，是不是很像这一次1月2号晚上？那这是符合这高市早苗，但是呢，这通电话是25分钟，如果根据目前释放讯息，很像什么？很像11月25号，也是一个25分钟电话，只不过当时是谁先打？谁打这个电话是川普，而且大环境就是因为中日关系变得很糟糕。川普是先打给习近平，聊了1个多小时。那习应该是有抱怨很多重申北京的立场，所以第2通电话隔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川普打给高市早苗。很明显，川普想要做的地方是要降温了，中日不能这样继续升温下去，会危害到大家。也可能要求高市早苗首相在台湾议题上要审慎、要谨慎。但是当时日本所有的这个首相官邸、官方的讲话都说没有川普没有讲这些。好，但是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大概的过程。那其实日本现在的政策拉拢美国，我觉得是他唯一的路了。也不只是高市早苗，看前总理石破茂是去年2月份就造访白宫，成为当时川普2.0上任之后第2位访问这个白宫的这个外国领导者，第1位应该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但是而且9月份下台之前还见了1次，但是日本当时做的很多做法，在石破茂任内，我觉得好像不如现在的这看起来美日之间的关系，因为高市早苗，所以感觉起来他跟这个川普关系还可以。但我们要知道，大的环境还是这个美中关系。这一次这个新闻里面，我最后一点补充，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根据媒体的报道，高市早苗是希望3月份访问白宫。这个是什么概念？捷足先登啊！你4月份访中见习近平，川普要做你国事访问，那我先来一次，来彰显什么？美日同盟是最密切的，是应该是美日双方最高阶的。但这时间点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认。对，但电话我觉得应该是确认。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日中关系，川普的这个定调了。以目前川普而言，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在整个2026年的外交、关税、贸易谈判，还有4月份访中的年底选举，其中选举，他要一路上要向美国选民塑造，我外交成功、内政成功，投票给我。那日本现在有急着要对外推销所谓的最上级护卫舰这有什么样的谋略吗？来，其实我们来看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来讲，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产品，而且即将要协助澳洲来进行打造那这一艘那其实只是一个敲门砖，也就是说什么？未来是不是有更多的装备可以不断的输出？那当然啦，我们台湾一定也有很多人说，就像刚刚彬哥说想要买可是买有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排在澳大利亚之后那我们排到澳大利亚之后，我们在2030年之前能取得吗？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讲到中国大陆以及日本我们就要注意。那个日本是海洋国家，中国大陆它是一个靠在大陆上面的一个国家那也就是陆权国家跟海权国家中间夹的那一个半岛最为尴尬，那个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朝鲜半岛那我们看到最早去进行国事访问的，也就是明天即将启程的李在明李在明在还没出访之前，他就在央视的访问里面，对于一个中国直接表态，
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其实它需要一个回旋的空间，这个回旋的空间对于韩国来讲特别重要。那也就是它如何的在无论是背后有美国靠的日本，或者是中国大陆之间，它其实已经表态了，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个空间为韩国的国家利益做准备。那至于之前不是讲吗？那个大陆不去日本这个进行旅游，大家说没关系啊。对，没关系的问题出现了。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日本TBS 他做的一个访问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前年10月，这个是去年的，因为他这个访问是去年的12月的照片，我们来一对比就知道了，人数差很多啊，人数差很多，直接影响的也就是他观光的收益。只有这样吗？那我们来看饭店就好。饭店以前他讲说，平均的一个客室单价应该都是在26000块左右的日币，可是现在呢，竟然已经出现3000块日币的房间了。意思是什么？因为没有供给，只好需求不断的砍价，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当初说没关系的，应该这些媒体啊，再去把这些人找出来，这些商家再找出来，再访问一次，真的没问题吗？真的大丈夫吗？嘿嘿，那时候答案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日本的状况越来越差，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就在它的国力 GDP 的表现上面。那最上面的这个是美国，接下来在下面紧追于其后的就是中国大陆。那接下来也就是我们讲的三个国家在下面纠缠啊。我们看到这个最上面的这一条蓝线是日本，接下来这一个红线是德国，那最下面的这是印度。我们就看到其实日本它的状况有多差，我们就可以从这条线不断的看出来，也就是2010年之后，它的 GDP 其实都没有的成长，一直都是往下的。所以高市早苗不用说把话说的那么满，我们看数字就可以知道答案了。那刚刚再补充一下这一个有关于主持人要求的这个最上级的部分啊，不要忘了，美国现在除了要造川普级的这一个战斗舰之外，他们还要做这个传奇级的这一个国安舰，那他要把它变成巡防舰。但是问题来了，他们有船厂造得出来吗？没有。那他未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动到什么脑筋？很简单嘛，日本的最上级不是就是一艘好船吗？他搞不好还插队，所以台湾不用再做这个梦了。刚刚讲到中日的关系哦，那么接下来也不约而同，来宾都提到了韩国这个对照组。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刚刚大家讲到了李在明呢，李在明在4号开始呢，也就是明天就要展开他的访问中国大陆行程，而期间呢会和习近平举行会谈，议题预设除了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之外，也会就区域的安全、经济产业等等的面向来进行讨论。而重点是这一次的陪同出访呢，您看到南韩的商业代表团就有超过200个人当中包含一些很知名的企业，像是三星SK 现代汽车LG等等这4大财阀的掌门人也会一同前往。而就在访问中国大陆的前夕李在明呢也根据台湾的问题来表态了。他说呢，韩国从来就没有偏离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带你来听。 이번 방중 그리고 시진핑 주석의 방한을 계기로 한국과 중국 간의 관계가 새로운 단계로 확실하게 도약하게 될 것이라고 확신합니다. 뛰어난 그리고 시야가 넓은 지도자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 또 하나의 중국을 존중하고
好，可以看得出来哦，李在明在中美之间呢，试图就韩国的角色来做的一个平衡哦。不过呢，因为现在看也传出说呢，美国就是驻韩的美军呐，他们要裁撤了阿帕奇直升机的陆航单位哦。那当然，这代表就是朝鲜半岛的兵力会缩减，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哦。目前呢，就是最新报告指出，美军驻韩部队有一支本来是负责侦察任务的陆军航空部队哦，已经在上个月悄悄的解编了。而这个部队从2022年的5月份开始就已经进驻了，所以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主要就负责支援侦查和情资搜集的任务，旗下有阿帕奇直升机的编队。可是呢，现在被裁撤之后啊，韩国的国防部长呢就提到说，这个美军这样的举动可能是他们整体转型变革计划的一部分哦，说大家不要再过度的猜测了。可是川普现在直接撤军，那韩国竟然还要跳出来帮忙护航吗？好，还有呢，就是美国是被韩国被美国放鸽子吗？因为现在韩国的电池三雄啊，突然的丢掉了13.5兆韩元的大单哦，就是因为川普上台之后，电动车的补助金政策有变化，所以也导致需求停滞。那 LG 呢，本来有一个13.5兆韩元供应的合约，因此就要作废了。还有 SK 呢，也是哦，因为延迟工厂的扩建，其他的相关企业也通通都是受到影响的。业界就戏称这叫做契约作废噩梦，也迫使他们要调整产线哦。现在就要转向求政府来帮忙了。那其中呢，我们就看到台海哦，是不是成了中美当中的一个关键呢？中国就发布了近10年来有第一份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政策文件，而当中《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北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斩断他们跟台湾剩余的联系。那美中两国呢，将会为争夺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要展开更多的角力。那尤其我们看到从削弱委内瑞拉的政权到确立美国主导巴拿马运河，川普呢在拉美的重大行动当中，似乎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哦。所以华府智库就指出，这个地区的强权竞争才要开始。而现在呢，面对这个中共的环台军演哦，才刚在去年的年底哦，一路到这跨年哦，军演开始嘛。那美国的退将就批评说，这叫做公开霸凌，所以呼吁美台要强化军事合作。这是美国的退役海军少将他所提出的。那退役的美国空军中校呢，也提到说，台海如果有热战爆发的话他确信美军是不会到台湾本岛的，所以呢，台湾要有足够的防御资源。但是呢，一旦台海失守的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以及和盟友的信任安全就会全面崩解。因此呢，美国呢并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自己哦，他必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那因应呢，台湾现在可能会有紧急作战的需求，所以美国也发包加仓军售，我要强化侦测远距目标啊、逆踪战机等等，就是要提升这个自我防卫的能力。而共军军演之后呢，美方的反应当然大家也很瞩目哦。学者就分析说，因为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就低调的回应说有掌握啦，让他认为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呢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盘算呢？学者认为呢，就是希望先稳住中美的关系，避免如果他讲太多了，那对美国的经济呢可能就会造成冲击。可是同一时间呢，我们看到陆军是持续的在秀肌肉、秀军武肌肉。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我们看到呢，极低温很冷的天气之下，好，你看到这个画面上呢，就是共军所释出的这样的画面它的这个对战机跟飞行员呢，在气流不稳之下他们一样歼16呢能够升空，而当时呢只有零下30度C， 所以这样的低温之下呢，不只是机器，还有飞行员，当然也是很大的挑战。那尤其呢，空气的气流也很不稳对于这样的战术操演啊、精准度啊，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你看到呢，刚刚这个歼16啊，它一样还是能够升空，还是能够持续进行作战的任务当然就是要告诉你说，不管多艰难，我们都是有办法的。那另外是呢，中国也把电磁弹射器装到了商用货船，这可以干嘛呢？因为代表着商用货船就算出去了，它也可以呢打
及这个打造逆踪无人机航空母舰哦。这是中国有一艘中型的货船被证实已经是实际安装，而且呢模组化了这个道路机动式的电磁飞机弹射系统，更完成了关键的构型转换。从原本呢它是搭载大量货柜化飞弹的弹药库件，那现在呢变成说它还可以弹射先进逆踪作战无人机哦，也就是说如果临时有需要的话，它也是一个无人机母舰。那中国呢现在就被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杂志就提到说，先前被认为他们都是模组化的这个系统哦，现在已经实际安装上去这个一艘船上了，这不是一般船只哦，这是近期被临时水面作战舰的一个中型货船，那认为这当然是一个之前没有的一个突破。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呢？李在明呢现在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了，那他马上呢就来表态的这个对于台湾的立场。其实韩国一直都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不管哪一个领导人都是一样。所以李在明只是把这个话很明白的讲出来而已。那我觉得李在明的策略是很明显的，也就是他要尽量让自己不要有敌人，就是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甚至北韩也好，不单压。对，就是我就是跟各方都保持相对和平稳的关系。那你看，即使之前因为独岛的事情跟日本闹得不是很愉快，李在明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加大做文章，因为他知道日本现在没空来跟他争了，因为光是一个中国大陆就已经让日本很头痛。那李在明其实他也不是单压中国大陆，他也去搞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台湾其实也应该要这样子，跟各方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这样对国家不是才比较有好处吗？每一次一定要单抱一边的大腿，不就任由人家予取予求吗？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所在。那美国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虽然韩国对他是很重要的盟邦，可是川普认为我不需要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所以我该裁撤的部队我就裁撤，该减少对你的支出就减少。那你不符合我政策的，我该毁约就毁约，反正韩国也拿他没辙。你看，照理来讲，毁约应该是要有赔偿金啊，可是没有用啊。他川普一下撕毁合约，不是撕毁这个条约，拿他没辙。对，你拿他没辙，就只有回去自己想办法。所以谁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凶悍的国家？不是美国吗？美国高兴干嘛就干嘛。然后美国一直，你看哦，他这次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军演，为什么他没有很高调？因为他在委内瑞拉正在干同样的事啊，而且干得更凶狠，他直接炸人家港口，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好意思去讲中国大陆怎么样呢？但是问题是，美国好，胡振东说了，说如果丢掉台湾，会影响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这对美国是有害。当然这是事实，可是问题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啊。也许川普觉得，因为之前美国的安全战略报告书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认为美国今后应该专注在西半球就好。他可能川普会认为说，全世界的战略布局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西太平洋就这边放弃，对川普来讲看起来也没差。那至于盟友的信任，在川普去年这样大搞关税战的情况下，我请问一下，美国的盟友还有几个信任他？因为每一个他的盟友都被他搞死了，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好像并不是很在乎盟友信不信任他。川普相信的是拳头，他认为只要我拳头大，你不信任我没关系，但是你还是要听我。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那老共这边现在各种各样的科技一直在发展，他现在能够把电池用模组化的方式把它装在货船上，这个未来的应用性就非常非常高。其实我们要赶快想出反制的办法，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这些东西？对，来老师。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家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说，12月10号，其实中国大陆也公布一份叫中美洲跟加勒比海的这个政策文件了。对，那其实是历史上的第三份啊，第一份2008，第二份2016，这一份最新是2025年12月，它公布的时间是12月10号，恰巧是川普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1个礼拜之后。为什么这两件事会被大家有点隐约的连在一起啊？因为就像刚才所提到，这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NSS 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过去但很少有美国总统会这么关注西半球，就是整个美洲地区。
它里面用字遣词是川普版本的门罗主义啦，就有点是把这个西半球、美洲美国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地区视为是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那这点跟中国大陆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的，因为包括“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美洲国家大概至少24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那在川普的报告里面特别讲说，他在里面其实对中国大陆用字遣词是很谨慎的，是很持平跟克制的。唯一一个地方最凶悍在哪里？就是西半球。他的讲法是说，俄罗斯、中国大陆意思是不能够在这边驻军，不能够在这边掌握基础设施等等，意思是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巴拿马这个就有关系，因为长江实业的2个港口，对不对？所以去年曾经说要把它卖出去。还有呢，去年大家讲了很多的秘鲁的前开港也是啊，所以这里面隐隐约约会成为未来美中的一个隐约的一个角力的战场，只是现在并没有到怎么讲很上升、很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刚才所说，李在明的政策其实非常清楚。他有句话，就最近接受这个专访，他说这个他这个跟川普的关系很好，但他也说他跟习近平很重要。意思是说，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不代表说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对抗。敌对，因为中国大陆之于韩国很重要。其实2个原因，一个是经贸，一个是着眼于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这是李在明重视的地方。好，所以他是一个采取跟高市早苗完全不同的一个外交政策。来，舰长怎么看说现在这个陆军武秀之后，刚刚其实彬哥有提到啦，既然这商用货船都可以这样使用了，代表它弹性真的蛮高的。的确是，但是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讲一个最新的快讯，也就是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的时间，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现在传出了爆炸的声响，而且它这个首都已经响起了防空警报，然后它在首都的南部的部分已经停电，不过这些都是文字稿，所以不用转台。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等到我们节目6点钟结束之后，正好有画面传进来。那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的啊，其实就是中达79的这艘货船。那这艘货船呢，其实大家一直关注这艘货船，可是我们有想到它停在哪里吗？它停在黄浦江里面的，也就是沪东中华造船厂，它的旁边刚刚完成第2次海试的这个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他们为什么停在一起？而且它的为什么上了这么多的一个无人僚机啊？那这一个才是真正的重要性。其实重要性也就是他们正在对屏，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无人机、无人载具，它都需要使用 data link。那如果在海上对屏的话，难免会被其他国家的军舰或者是间谍船接收，在港内最安全。那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也就是车辆所构成的这一个电磁弹射系统，它已经在沙漠试过了。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东西都在沙漠里头试啊。那也就是它这上面放的这一架飞机呢，其实这无人机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过这架无人机，也就是我们在93阅兵的时候看到的。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这张照片有什么样的意涵存在啊？也就是现在它放在货船上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照片上面，它直接就在货船上面变成一个电磁弹射轨道，后面还有一架这个无人机的意思是什么？它可能还有吊挂系统，这一个弹射出去还要吊挂上来，然后以后是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用？所有的地方只要拉好水平，连都市里都可以弹射。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我们从侧面看不清楚，我们从上面看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它可以电子弹射，这个就是今年93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无人机已经就位了。可是当中国大陆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美国还在使用老方法也就是美国还在使用这一种弹药转移再装填的机构，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因应未来的威胁。更多的国际焦点，我们马上回来。
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正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浅秋观众好。今年一开始，2026对于日本首相来讲啊，算是收到一个新年礼物吗？去年他一直不断的呼喊，希望要见川普，一直没有能见着。而这一次呢，是在1月2号晚上，日本方面公开宣布，高市早苗已经跟川普通上了电话，这个谈话时间25分钟。那么高市早苗这边的透露是说，我们一致同意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友好关系，包括经济还有安全方面哦。广泛的日美合作是今年成为日美同盟的新篇章。哇，新篇章感觉应该是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晋级吧。不过目前日方说是不是已经邀请高市早苗，川普邀请高市早苗访美是由日方宣布的。白宫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那么日本外务省说，这趟访问会在春天，但现在春天还没有被证实了哦。但是高市早苗显然至少现在跟川普通话之后，有没有定一点比较安定一点呢？在中国大陆日中稍微这个很紧张的这个关系里，这个议题没有讲，有没有谈？但川普的动作，我们来观察一下。见完高市早苗，通话高市早苗之后，马上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当然它也是公开所公布的，是不是让格外的引人瞩目？说川普的布局在其中，4月他要访中了，现在跟高市早苗的动作会到哪里呢？避免交恶吗？但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回不去的。但产经新闻被认为在日本的媒体取向里是极保守、最保守的这个天平里面的最极端，但他的报道却主张一件事情，让其他很多国家都感到了忧心哦。他主张面对来自周边国家日益升高的威胁，包括俄国、中国、美国等等的，任何保护国民的选项都不应该被排除在所谓的讨论之外。所以什么永和啊？是不是也应该要拿来保护日本的安全呢？那美方会同意吗？中美俄都反对的情况之下，却在鼓吹日本应该永和的言论，这值得关注哦。所以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幕僚长也特别发表新年谈话说，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包含来自中俄啊，马上1月1号有一系列的中俄联合的演习，他的特别强调说，我们持续的配备扩大我们的战略物资，包括了战斧巡弋飞弹的护卫鸟海舰，还有今年完成改装，马上有更多的测试，要维系区域和平，扮演关键角色。中日关系的紧张哦，除了是在军事的演习上面，也往民生方面去发展了。学者分析，现在的北京禁令里头，还是没有把最紧张，包括了撤回大使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到这么狠、这么绝，但是他往这个经济方面来下手，例如北京制裁呢，往扇贝禁止扇贝的进口为这个理由，然后来全面禁止，然后呢也劝阻陆客到日本去旅游。那么学者认为，这样可以达到触怒日本，又不至于全面的撕裂外交关系，也守住了国内的经济底线。但是日本的这各种动作里面，在大陆的部分却引起蛮多的广泛的讨论，包括呢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学习时报还看了一篇哦，他说日本的各种渗透，包括足球队员呐，包括桌球队员呐，甚至文化产业面的几个人呐，在大陆却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的，去改写历史，用文化体育的活动来美化侵略历史，明明就是一个侵略的恶行，他们没有办法容忍，透过这些人变成了一个美化的结果，所以他们也现在正在对于这些人提出高度的警戒，还点名出来哦。那么习近平明天马上就要见的人是谁呢？李在明，这当然很受关注。南韩在刚刚办完 APEC 上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很露脸之后呢，马上他到大陆去，准备要收到的大礼包很受关注。哇，中国大陆的游客赴南韩全部解禁，艺人到中国表演没问题，解除对韩华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制裁等等的，甚至争取李在明要帮忙安排跟金正恩的见面哦，这个才是川普想要当的和平的推手跟促成者嘛。现在习近平在做了吗？而韩国李在明的动作很多，到大陆去还先接受了央视的访问，听听他怎么谈两岸的一中的这个关系。
다른 인민들을 학살한다든지 이런 일은 다시는 벌어지지 말아야 합니다. 그리고 인간은 실수를 반복하기 때문에 과거의 경험 속에서 교훈을 얻어야 합니다. 저는 한국과 중국이 침략에 대응해서 공동의 투쟁을 함께 했던 역사적 경험이 매우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역사적 경험이라는 것도 매우 중요하지만 또 한편으로는刚刚这部影片里面，还是强调韩中共同对抗日本的历史。不过，另外一段他讲的是韩国始终尊重一个中国，在东北亚包括两岸的议题里面呢，都以维持周边的和平跟稳定才是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统一教从韩国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议题里面发酵到了日本来，因为呢，这个统一教被称为邪教，但它的政治影响力非常的大，很多的金流。现在最新曝光的韩民族日报的报道里面揭露哦，这里头的很大的金流支援了290名自民党的议员，哇，超乎想象。同时呢，在这个被曝光的名单里头，高达290人之外，还有32次这个文件提到高市早苗，也就是说，在统一教的部分，对于高市早苗以及这些议员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将军，先来看看，现在一开春哦，日中的关系还是难以和缓。当然，那个日本自己惹出了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很高调的一个说明。加上日本拼命在扩张它的军备，包含他把 Tomahawk 装到它的驱逐舰上，跟美国要求有核子生产的能力，那么惹出来周边所有国家对它的警惕。因为周边这些国家都被他殖民侵略过，所以高市早苗现在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国内很多反对他的言论也出来了。你搞什么核子武器啊？当初核子曾经是大家都同意防止这个核子扩散的。第二个呢，对中日之间造成的旅游的减少采购量的减少，海产不能卖出去，这些都会造成民生经济上的一种反弹。再加上制造这个危险呢，又加上日本的经济也不是很好，对美国要贡献这么多钱，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他内在的问题。在外交上碰到俄罗斯跟中国的2个军演，就造成他真正感觉到南北夹击的威胁。所以他为什么急的要去跟川普呢？去讨一个保护的口谕啊？因为安全上他觉得不足，他的自信心是不足的。不足的话，他就需要川普给他一点加持。其实懂得大国博弈的话，川普这个高市早苗这个行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唯一在东北亚最有力可以运用的棋子就是日本嘛。现在目前只是隔于中美之间要大谈判的时候，美国不希望你搅局，所以你看川普不会表达什么特别挺高市早苗的言论。高市早苗因此就很急，他需要呢美国的加持呢来稳定他内部的问题，所以急急忙忙要春天就要去见，美国也没有明确的答应，而且美国马上召见驻华大使，大概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美国现在全心全意啊，他认为将来世界上唯一能够跟他竞争对抗的就是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没有核子战，只有经济战、科技战这些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在让美国的经济能够稳下来，他非常重视跟跟这个习近平的见面，所以这个时候是暂时冷冻一下日本的这个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看出高市早苗因为缺乏信心呢，就搞。你看，连美国同盟的韩国都表态要采取中立。你要知道，韩国的历史上千年是跟中国非常紧密的关系。大概我记得从康熙开始吧，很多皇帝的接班人都有娶韩国的妃子。而且还有中国历史上不敢写的那一段呢，我们可以从韩国的驻中国的大使里面拿到很多资料，可见中韩在历史上是有共同的这个关系。又有李在明又讲了反侵略，那反谁呀？反日本。
二战，韩国被殖民了，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借这个机会，正好从美国的帮派里面把韩国拉回来，那么给他很多好处，禁韩令取消了，韩国在东三省，包含华北有很大的生意网这个所以李在明摆明了他是个务实派的总统，不像前面那个尹锡悦 American Great Again 那种搞那种一个劲儿讨好美国，那到底比起经济上的需求来讲，韩国少不了中国，所以他必须摆出中立。所以高市早苗就感觉到三面环敌，都不是友好的。俄罗斯、朝鲜、南韩、中国，对不对？他唯一能够亲他的就赖清德，但是又没有能力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今天这个反应不意外。有通话就开心了哈，就有安全了嘛。接下来当然准备要宣布是不是能够访美，这也是我们包括我们赖总统心心念念希望做到的事。聂老师，当然对高市早苗来讲，国内的经济高物价绝对是一大挑战。那么加上现在中日关系的紧张，挑战是很大的。OK，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刚刚因为前就讲到了这个有最少4个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多角关系啊。那当然是一个实力的角力了，那非常清楚了。我们不要从二战开始，我们讲说，就算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们都知道，当然全球霸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那么亚洲另外3个亚洲国家，不管中国、日本、韩国，这里到底你觉得谁最强大？当然你可以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大概在东亚区就是日本啊。我们讲 leading 这个整个这个亚洲的走向，尤其在这个资本财啊，在这个经济走向，甚至它军事实力也都蛮强。可是这10几20年来，当然这个实力，我跟你讲，实力的这个角力啊，就是我们的对岸中国已经从无到有，提升到一个极高的境界。这个境界呢，这让全球变脸了，我就 face off 了，也就是美国现在都担心，美国自己都恐慌，美国的很清楚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所谓的。这个 NSS 这个那个版本很清楚，就是它就是战略收缩版。它为什么做这样的收缩？因为他知道这只巨龙起来之后，他没有能力再去救他的盟友，去保护完全保护盟友，顶多提供军力。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谈判什么都已经变相了，也就是刚刚有讲到信心问题。高市早苗原来他过去的资本实力很有信心的，现在发觉对岸这么起来，他其实没有信心了。可是他觉得还有一个信心，美国在后面。有美国 back up me OK， 我不在乎啊，开玩笑，他把我当小妹这么爱我，可是发现呢，这1年来他上来之后，发觉这个东西啊有点暧昧，因为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利益导向，甚至这个 NSS 版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美国优先了啦，他已经又拉回美国优先，因为他只能顾自己自身利益了。所以不管谈判不谈判，高市早苗当然希望谈判，因为他谈判总是希望知道得到，就刚刚讲谈就有期望。就希望川普能够真的给他一些支持，可这个东西真的太敏感，对川普来讲，因为他过去当然觉得没有问题，我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现在不是很敢这样哦。上在韩国的虎山的街面，你知道是川普迎接习近平来哦，走的时候是他先送习近平走哦。他现在非常小心翼翼的在跟我们的对岸在谈判，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他深入到了他国防、到他军事、到他经济的时候，发现到美国可以喊很大声，可真正的实力。甚在这几年的速度之消长，中国已经急速突破的时候，不管军力、经济哦，他真的怕了，你知道吗？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看得到的稀土，甚至大陆等等的东西，让美国一阵一阵的阵痛。你觉得他想，但他敢吗？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么敢。所以，即便跟高市长想要支持你，都是小心翼翼。很多事件的发生，包括这次我们讲不好的正义使命，请问美国讲了多少的话？也是不太敢招生，这有原因的。最后我讲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核子哈，国际间8+1核人嘛，就这个安理国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国这5个，中美英哈这个反正就安理国这5个，还有这个俄法。这大家都不太赞成啊，都不太赞成这个日本能永和。过去印巴还有北韩有这个你已经消灭不了，现在大家知道伊朗也要压他，以色列他有很多的弹头，重点是他不可能让你日本就这样轻易起来。可是美国他的盘算很清楚，他说假设我支持你能够完全协助我制压了我们的对岸，
中国，他可能会支持，但是在国际这个制约中，他是不可以支持的。因此，我觉得这些东西，日本想要把他的自卫队变成了他的这个攻击部队，想要把他的核能想要提升，我觉得这都有点梦想了，也就是他达到机会非常难，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当他这次一上来，我们都知道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政治的主流，可是当你不谨言慎行，你可能会让自己更惨。因为这个形象可能会变成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哦，这个对国际的危机来讲可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马上，如果照高市早苗这方面的宣布，3月有机会要见川普吗？当然，白宫还没有证实啦。严老师认为，如果川普4月要去大陆访问，3月见高市早苗，这样是有可能成型的吗？我觉得川普或者美国传统的这个建制派，大概都希望在川普去大陆之前应该要跟高市见一下，就是说毕竟日本跟美国是一个同盟国的关系。那今天美国任何在跟中国大陆达成的协议当中，日本应该要有一点这个底数知道到底会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所以我个人观察，就是以美日长期的关系来讲，这个是可能是必要的我们每一次看譬如说美国的总统过去他出访亚洲，第一站一定是到日本。就是表示是日本是最重要，欧洲可能见到英国然后当然他有一些会展示他们对美国对这个美国美洲的重视，就是说利用一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就先去加拿大，表示说我是美洲国家但是去亚洲一定是日本、韩国有的时候会韩国，但是中国一定摆在他们两个后面，就表示说他还是重视同盟关系。那这一次川普当然他也去过日本了，这个之前，所以我觉得他看到高市要来的话，我觉得大概是会愿意先接受高市，只是他们两个的共同利益就比较难了。譬如说现在你高市说你担心这个中国在台湾旁边的这个演习或者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委内瑞拉现在状况怎么样？你要不要讲句话委内瑞拉现在已经美国的空军都空袭进去了，到陆地了。对，我们台湾现在是军演的威胁，那委内瑞拉美国是正式用兵。那你如果今天日本或者其他欧盟国家都好像澳洲什么很关心台湾，那你们要不要去关心一下委内瑞拉？所以我觉得美国是很尴尬的，他这个底气是不足的，因为他自己做了侵略的动作所以他大概也没办法跟这个高市讲说我来跟你一起谴责一下中国或怎么样，他当然不可能那么做。那我觉得高市自己刚才后面讲到，我觉得他对这个统一教派不要忘记上一次安倍被刺的时候，就是一个统一教派的一个等于是孩子，他认为说他的母亲沉迷于这个宗教，倾家荡产，等于是过去长期以来从岸信介他的外祖父开始，这个统一教就跟日本有很深的关系。那也让很多的人投资进去，那现在有这么多的捐款，到底是什么回事？我觉得大概高市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你们跟这样的一个宗教在很多国家至少会认为说是有一点点这个激进的派或者偏激的偏的，那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要解释清楚。那我觉得日本跟大陆的关系最重要就是说，它是大陆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韩国也是那如果今天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论认为说，如果国家之间经济互动很够的时候，那个双方有足够的相互依存，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日本跟大陆的关系应该会比较减缓一些，可看起来不一定。但是韩国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回到了它原先的最大的优势，因为大陆的第一进口国过去是韩国就是我们一定很难想象进口国最主要是韩国。那现在如果韩流这些东西再回去，那不得了。所以韩国人对大陆的市场，你看经营到一个什么程度，拍戏也好或什么，会把大陆的演员也找去，或去尽量希望大陆能够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出口的市场那我觉得看起来李在明现在跟大陆在这个接受访问等等，就是等于是摸到了大陆人想要听到的东西，所以他就讲了出来，那还是非常的务实
杨老师刚刚一开始讲的委内瑞拉，刚好是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委内瑞拉呢，今天遭到了空袭，这次的地点不再是海上，也不是再是边境，这次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被说在凌晨开始传出连续陆续有至少7次的轰炸，那么还冒出了浓烟。美方甚至还有公开的宣言说，川普下令对委内瑞拉产生用目标攻击、发动攻击境内的攻击之外，甚至扬言不排除发动地面部队的攻击。所以川普不是自称是和平的使者，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全球是和平的促成者吗？对于一个手无寸铁，还是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反击能力的委内瑞拉已经发动了攻击？那么，所以当外媒很多的宣布认为，五角大厦观察起来附近啊，最近啊订披萨叫披萨指数，看起来白宫啊，这个五角大厦啦附近又属于冬季假期，本来应该是披萨要降低的情况之下，却又有大量的订单，所以这个网站显示啊，处于1到5级，大概是处于4级的高度戒备状况，在做什么呢？显然就是如此。委内瑞拉川普下令攻击，所以当川普把所谓的国防部变成了不防备，它是战争部的时候，2026向全球展示什么呢？刚刚发了一个新闻，说2025盘整起来，川普已经对7个国家军事打击，包括了索马利亚、伊拉克、也门、伊朗、叙利亚、奈及利亚、委内瑞拉。那对于印太地区被形容反而是军事的部署相对的减弱，包括驻韩的美军传出来要裁撤这个部队，这一支部队呢，驻韩负责队呢，大概上个月已经被发现悄悄的解编。这里呢，本来是一个配备有阿帕奇直升机进驻南韩2020-22就在这里的，现在撤掉了吗？那美军呢要秀军力，在 S 上面继续秀第7舰队在南海这里航母的加油站，但显然川普现在的重心并不在这里。对委内瑞拉的用兵的攻击也有各种对内安抚的意味。其中2026年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最大的对手，他认为现在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军力如何来盘整。2026年，大陆官媒已经透露，四川舰这样一艘大的这个舰艇再度的正式准备要成军。那么现在所有的海事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还央视特别预告，今年还会有很多的新动作。包括了055大区成军啊，这里的美军的航舰猎杀者有一个试验的这个场景画面被公布出来。这个画面是有一个能够把狙击狙杀航母的这个高音速飞弹呢，鹰击20试射的画面公布出来的时候，证明透过这个055大区，在上面可以用一个鹰击20非常精准的打击，可以打掉所有的对手的舰艇啊，这更是一个公开亮相之后被认为即将大规模生产影响的军力的部署。而解放军连射27枚火箭弹到台海，这一次的所谓的2025正义演习影响是什么？台湾人该如何看待？美国媒体是这样看的，他认为解放军透过这次远火部队已经看得出来，已经是全球最强参与演习的这种 PCL 的火箭炮系列呢，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简单来说，这次虽然设在台湾的近海或者是12海里到24海里之间，但其实以较低的成本，随时想要走远一点、打远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台湾随时都可以处在危险的边缘。来看看印度好了，因为在中国大陆先前93大阅兵引起了连川普都很关注，印度也有一个大阅兵游行，这次很特别，它的游行队伍里面不只有人有军队，还有2只双峰骆驼、4匹马、4只猛禽、10只印度军犬、6只现役的常规军犬，很特别。引起了大家好威风啊！印度的军队果然是返璞归真，跟现在的所有的 AI 无人机器人、机器狗完全成反比。那过去我们也没有忘记在印度阅兵的精彩画面啊，有这种像李唐华特技团的这种各种这个螺旋人肉金字塔8车合体的超狂招式。显然，印度在展示军力就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哦。将军，当我们看到了像美军委内瑞拉继续轰炸，然后美中在国防军纪的禁忌上面，对于台湾当然是非常的忧心。对印度是讲一句话，印度的军队将来都可以转业到太阳马戏团啊。下面讲这个委内瑞拉，听说还有1、2架这个 Chinook 的直升机，再加上轰炸，
那是美国对马杜罗的一个斩首的行动，打你的首都。那下去，那这个钦洛克的直升机是不是下去，我们还没办法查证。听说是这样，这样的话就代表他有陆战队的突击队员下去，地面部队要送去，那习惯性的可能就要抓你马杜罗。哇，哎，那如果没有这个直升机，只是轰炸。第二个，你看美国号称是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2025年就打了7个国家，但是这7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色，没有一个是军事强国。那说明什么？欺善怕恶啊！你天天骂中国大陆，你打不打？你不敢打。你骂俄罗斯是你的一辈子的敌人，你打不打？不打。所以这个东西欺善怕恶的这个美国的心态，足足说明嘛。美国建国200年，只有16年没打仗，所以这个问题，美国驻韩撤军，为撤这个 Apache 这个意思也很大。Apache 在波湾战争里面已经打出名气了，它是坦克车的克星。那这个撤出来是对韩国的军力是有减损的。那问题就是说，慢慢体会到，一旦中美要开战的话，美国驻亚洲的这些军事基地都可能遭遇到中国的攻击，所以他慢慢撤。上次已经从日本撤了5000个陆战队到关岛，这次韩国那边又在撤。但这个问题中国的舰只多到什么程度？4000吨以上的中国的驱逐舰，大驱小驱有101条，而这些驱逐舰4000吨以上的都可以携带垂发的反舰飞弹。这个鹰击21是最新款的鹰击，它现在准备量产的话，美国在海里面的战力就可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它航母一定会要避得远远，因为遭受到鹰击的饱和攻击的话，一条航母就要死伤5000以上的官兵，所以美国已经没有像当年96飞弹危机2条航母就来解决一个危机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的海上霸权往年是称霸于4大洋7大海的这个势力，现在已经衰退，所以在海军来讲，东升西降的东西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美国，这不是我在那里唱衰，是美国自己国防报告的这个说明已经很清楚了。是，所以现在超高音速的飞弹的突破，让中国大陆只有600枚或到1000枚的核子弹头，已经可以跟美国的6000枚平衡了。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发动一个核子战争。那不打核子战争的传统战争，你要在台湾海峡或者是韩国、日本的话，你美国兵力远从美国本土到这边1万多公里，你没办法输送像样的武力，尤其是航母是以前常被管辖最有力的武器，现在已经被鹰击飞弹拒之的很远以外，加上中国大陆还把轰炸机带上鹰击的话，那打击的半径更长。所以从2岛链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本土，大概以后看不到美国航母能够进犯的任何一种可能。所以这个问题东升西降很明显。那美国现在是顾什么？顾它南美洲跟北美洲的安全，所以对付马杜罗下重手，因为他的后花园已经被中国开始在挖了，因为前开港也好，这个智利的港口也好，那么将来对美国来讲，他在南北美的这个孤立主义里面，已经被中国深深的影响，所以他必须要在委内瑞拉这边找回来，而且要无限制的支持纳坦雅胡对伊朗的攻击，那么他能掌握中东这些有钱的国家，这是美国的企图，现在干得很明白。亚洲这边放弃了，中东、南美他会加强。亚洲被放弃了吗？这真的很讽刺啊！川普自称他从上任以来自称他是和平的维护者，是和平的总统。那当乌克兰现在的处境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和平是怎么换来的？或者是今天主动的去轰炸委内瑞拉到首都喽？如果还出动地面部队的话，这个就是川普这个战争部发动7场
攻击，也是他们的新闻稿特别去算宣布吧、宣传吧哦，代表川普觉得这是他非常得意的攻击哦。OK，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我刚刚讲的欺善怕恶啊，这个欺弱拒强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他这个老大，全球把他还是持续当霸主，觉得你就是最棒，他当然想维护和平啊，我说了算，您都要听我的。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当然他会担心嘛，所以他必须秀我曾经打了多少人，你知道我多厉害，全是小咖的，我就觉得很怪。馆长找一个在路边已经这个体弱不堪的人，叫你来跟我挑战，我要打你。那这个太好打，但是我很欣赏有一个人要挑战馆长，你知道吗？他瘦弱，然后我要挑战，结果被馆长打得很惨。但是最少你有勇气嘛，不管你怎么说，你现在这么壮大，怎么只挑小的打呢？也就刚刚讲得非常清楚，俄国你就是支持乌克兰武器，你什么时候你敢真的跟他对峙？现在对岸我们的中国起来以后，刚刚讲这个东征西降以后，你完全讲不好胆战心惊嘛，所以为什么要修这个？就刷存在感。而且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很老旧。你知道啊，他们很怀旧，尤其这种年纪也大了，虽然我们年纪都大，这个年纪大到你知道，他就怀旧在他美国最光芒的那一段时间。他的五角大厦里面很多的兵力、军器的那些指挥者、作战者、策略的这个制定者都是老旧者。为什么？最近有一本书很有名啊，就是以前一个 F-16战斗机的飞行员飞去那个东这个战区，不是他发现他的迷航吗？迷航以后说奇怪了，这么好的战区怎么会迷航？他发现他的 AI 配套有问题，后来他搞了新创公司啊。到新创公司以后，他要去标案，就发觉全部被绑桩了嘛。他就发现不对，才去告，你知道吗？告了五角大厦绑桩的问题，最后才后来也标到案子，说我们的军事，我当过飞行员，如果我们的军再不配上最新的科技，我们完蛋了。全是老旧派的在用旧的，他们虽然在你说战力上飞行，你说五代战机 F-35啊 F-20，我跟你讲，里面外形就是外强中干的啦，里面东西真的就出问题。你看 F-16还不止啊，在新加坡、在韩国都迷航啊。去年呢，还要买还没到货耶。刚新两个飞行员做 F-16，结果呢也是迷航坠到了，这样已经很多的调查嘛，就在密西根出事。中国它真的有问题了。我再讲一下两岸的关系，这次我们都知道，这次有7次军演。从2022年的8月 ，Nancy Pelosi 8月2号来以后，类似的军演6区军演，我请问一个问题：谁有被预警到要打过来？好，这6区打了以后，请问这些弹都没有打到东边、东南边？如果折2/3，请问有没有打到所有的城市？还需要我跟你讲，他预警不预警都一样，重点就是他绝对不打你台湾，他不是想打你台湾呐、你今天 PCL 191讲不好听，他飞成就算火箭弹都可以飞到150公里。新竹兰寮最近的地方到平南岛也不过68海里哦，120公里，全部都打了，还可以超过30公里。还有他如果弄导弹的话，可以到500公里哎。请问一下，他今天真的要打吗？他要打早就打到了。我跟你讲，我的重点很清楚，我只要讲8月，当时在2022年8月那次，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次你被预警到要打，你就知道了。而那时候真的打来，请问大家是不是开始买机票买出去？我跟你讲，机票也不会卖给你，也飞不出去。这是台湾现在的窘境，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最上层的一定要认真思考，不是在去做挑衅，而是要怎么做真正的和平的走向。帅将军要补充插一句话，马杜罗跟他太太已经被抓，已经被抓了，果然地面部动。对，所以我刚刚讲地面部队下去就是斩首抓马，就是他好欺负啊。对，刚刚的 BBC 的新闻。哎呀，川普真的是专门挑好欺负的来抓啦，果然也是动手了。你要算得准吧？是啊，真是厉害。我觉得挪威啊要负责，因为感觉上川普觉得我拿和平奖无望了，所以干脆就打下去算了啊。反正我过去你看，他说忍住好像很多地方，结果希望促成和平，结果促成和平的俄乌没有很好的结果，那我干脆就开打了啊！而且他现在不是说只有威胁委内瑞拉，他也威胁过哥伦比亚，他也威胁我非洲领域的奈及利亚啊，说那边的基督徒被杀了，他要去管。然后他也威胁，刚刚也讲了奈及利亚，他也威胁了伊朗，现在说要进去处理伊朗。哎，看起来川普什么过去讲说孤立主义啊，不喜欢战争，错了。我跟你讲，最爱打仗的就是文人，而不是军人。柿子挑软的打。对对对。那我特别要提一下印度啊，印度我觉得说，你今天要展示这些动物的话，为什么不展示代表你最能够代表什么？我想今天问主持人，代表印度应该是大象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展示大象？很尊贵耶，不可以随便用来。因为大象是有光荣历史。当年这个汉尼拔迦太基人就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哦，跟罗马打仗。
是靠大象哦。所以如果今天他展示大象，我觉得中国会担心说你是不是想翻越我们的边境高山了，会过来了。江青的反应是，不是亚历山大打印度的时候，他的印度的象队一败涂地。但是迦太基人的是但是这才是最怀旧的一个军力展示。我觉得没有，至少你代表你的国家是象嘛，对不对？中国是龙嘛，美国是鹰嘛，大家都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动物。大象爬不动喜马拉雅，没有，它爬得动阿尔卑斯山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是进去过的。所以印度当然就是它的展现的方式有点喜剧性了，效果很不错。可是也代表印度这个国家，就像他们的戏剧，你知道，每天在唱歌跳舞，宝莱坞非常开心的。那到底他们能不能打？上次巴基斯坦已经证明过一次，不过他们没有输，没有输，他们还是蛮阿 Q 的那我觉得今天刚刚我们提到委内瑞拉，我真的是很担心，川普杀红了眼以后，会不会再继续去警告哥伦比亚？不过还好，哥伦比亚马上要总统选举了，那看起来右派有机会回来。如果右派回来，我相信川普大概又暂时停了。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其他的，像非洲的国家也好，或中东的国家，会不会美国今天就是柿子捡软的吃，就是进去帮你去处理了，而不去碰最强的俄罗斯跟中国。那如果今天他是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稍微谨慎一点了，稍微要稍微注意一下了。On sale。